为了给自己和家人打造一个舒适的第三空间，我利用空闲时间实施了这个天台改造计划。对我来说，这无疑是个庞大的工程，不仅是体力活，更是脑力活。各种想法在脑子里碰撞，同时我还要学习各种建造工艺来提升效率。在上一期，我用有限的工具完成了我的第3木工作。尽管做工很粗糙，这是我喜欢的一个木工作品。唯一遗憾的就是没用上好点的木料。接下来我会用它完成一些天台改造工作。我曾经试过在天台种植有机蔬菜，结果都以失败告终。由于茂名市亚热带气候，地处北回归线以南，夏长冬短，天台的地板的温度很高，花盆又比较小。现在天台只剩下那些生命力强、耐旱的植物，要种蔬菜的确是太难了。不过最近我找到了解决方法。我用新学的 SketchUp 做了一个3D 草图。我的想法是用松木板来做种植箱，并且箱体上面做几个角抬起来，这样有利于透气排水，又可以防止天台地板的热传递，又可以防止植物根茎对楼板的侵蚀。整个过程非常简单，材料容易找到，成本也不高，赶紧跟我一起动手吧。首先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有松木板、木工螺丝、木油、有机肥、土工布。工具方面只需简单的电圆锯、尺子、砂纸、电钻。第一步，先给木板毛料打磨，其实不打磨也没关系，粗糙也是一种风格。我打磨主要是为了好上漆，涂木油时候可以省点材料。打磨工具方面，用这种手动的砂纸架会很方便，但灰尘比较大。如果用抛光机加吸尘器的方案，操作会稍麻烦一点，好处是效率高且可以集成。如果你是个完美主义者，也可以用木工刨一直做到板面平直光滑。很明显，我比较注重效率。按照草图的设计，我做了一张材料切割清单。如果你也打算做一个种植箱，可以收藏起来备用，这会大大提升你的效率。根据列表，第2步是要把木板切割好。我用的板材的规格是200×20×2，6块板刚好做一个种植箱。我准备了3个种植箱的材料，共18块板。至于能不能实现蔬菜自由，我也很想知道。裁切工具方面，我只有电圆锯，要做到精确是比较困难的。好在效率也不低，电圆锯的锯片有保护罩，个人感觉会比台锯安全一些。开料要注意的一点是先长后短，先大后小，可以提升板材的使用率。然而和大多数新手一样，我也不可避免的才费了一些木料。我相信下次还可以用得上。木料开好之后就是拼接组装了，这一步有点像小孩子拼积木，但也不会太难，诀窍就在螺丝上面。这是一种木结构专用的螺丝，螺丝头是梅花槽设计。除了抗腐蚀防锈，还可以防止拧螺丝时木板开裂。像这种薄板的边缘，普通的螺丝一拧就裂了，但这种梅花槽的螺丝就完好无损，用起来非常顺手。
如果希望种植箱更加耐用，可以涂一层木油。涂木油不但可以防水防蛀，还可以彰显木纹，提升颜值。待油漆干透后，就可以铺设土工布了。土工布是一种多层的织物，具有优良的透水性和过滤性，可以增加土壤的稳定，防止泥土和肥力的流失，且在土壤和木板之间起到隔离的作用。土壤中我加入了天然有机肥，另外还特别加入了咖啡的银皮和咖啡渣。作为咖啡人，咖啡店会产生很多银皮和咖啡渣，扔掉有点可惜，用来做有机肥最适合不过了。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，有多余的话可以赠送哦。这些材料不仅环保，还能为植物提供丰富的营养。填好土壤就可以把提前准备的菜苗移到种植箱了。由于我又一次低估了制作的难度，制作的时间比预期长了很多，小菜苗已经变成了大菜苗。接下来就是等待，看着它茁壮成长。大自然就这么神奇，松木经历20年成材，我们只是用我们的双手就能做出非常坚固实用的东西，而且耐用度堪比工业品。看，一个简单又实用的种植箱就完成了。不管是天台、院子还是阳台，这样的种植箱都能种出新鲜的有机蔬菜。其实无论是 DIY 种植箱还是自种蔬菜，本质上都是反工业化、反量产化的。但这个过程的体验是有趣的，它让我更加贴近自然。我深切感受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不只是童话，而是大自然的法则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，还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。2024即将过去，在这里预祝各位新年快乐！我们明年见，拜拜。